我是真的害怕，第一次探店这么紧张。电竞选手跨海来到日本，应该带他们吃什么？毕竟皮特一个人就可以吃2个日本人。人流量最大的车站门口就是海报，选了很多店，最后发现还是这家店最适合待客，装逼和分量都得有，主要吃和牛也不怕拉肚子。又到了吃烤肉的日子啊！今天我们去的就是这家银座的高级卑微店。日本的很多高级店都这个德行，越高级的餐厅客人越卑微，就是一群人开着大酱烤肉，而且日本人还很怪，烤肉之前还会给你展示一下这头牛的名字啊、性格什么的。今天的第一个菜是吐司牛肉塔，烤过的吐司上面加了腰部的里脊肉和鱼子酱，看着很漂亮。进嘴的那一瞬间，感觉继承了这个牛生前的记忆。他说别杀我，生里脊会有淡淡的奶香，然后配上微咸的鱼子酱，就像新疆的鲜奶茶。听着黑暗，吃着上头。我坐的这个位子就在烤架的面前，就是讲台旁边的位子，也不敢说话。下块是葱丝牛舌，表面焦褐，内心粉嫩，灯光下牛舌的油光和肉质交融，你的舌头和牛舌触碰的瞬间，它自身的奶香味就已经足够侵占你的口腔，然后再加上脆甜的葱丝，油水丰腴又不腻人。下一块里脊肉，表面网状盘烤的痕迹很重，它用的是整头牛运动量最小的那个肌肉，所以纤维极细也很嫩，就其实惠顿牛排用的也是这个部位。挤上柠檬也可以不挤，淡淡的果香和若有若无的酸味刚好中和了油脂过多的腻感。你看中间那个嫩嫩的粉红色，肉汁就顺着它淌下来，送进嘴里巨好嚼，嚼下去那个多巴胺就在往外冒，完美的辐射比例。然后是滚油牛肝，真的很像鸭血，在热油里面，它像樱桃色的宝石，它是用油的余温慢慢让牛肝变熟，吃起来很像爆炒牛肝的偷懒版，高情商，吃起来像慕斯，低情商，生的，它不像固体，口感有点像比较硬的豆腐脑，沙沙滑滑的，舌头一顶就碎，好像也是大补。这个蒜片接下来是蛋黄和牛，加了一点黑片，用了后切的牛五花，它这个蛋黄的颜色都会赶上柿子，戳破它，裹上蛋液，配上松露，就是一块滑溜溜的巧克力和牛。它那个秘制酱汁又刚好中和了蛋液和黑松露的浓郁香气，所以吃起来刚刚好。然后这个什么菜啊，跳过。接着是一个迷你小砂锅，开盖之后那个浓郁的汤汁还在咕噜咕噜，里面的牛脸肉已经炖得来，没有牙齿也能嚼得动。我非常震惊，它那个汤汁其实还有点像新荣记的家烧黄鱼，它是非常浓郁的咸甜香味，吞下去之后也会有久久的回甘。我很想把米饭倒进去直接刨。接着是一片牛腿肉，配了一点山葵酱，他家每次用来点滴的东西都不一样，瘦肉的占比很高，吃起来和菲力很像，但是更有嚼头，更扎实，我有点吃不来。然后上了一碗冷面，非常疑惑，我以为结束了，但又端上来一块牛肩肉，它像是带着一点微甜的照烧酱，配上一点黄芥末，越嚼越香。接着是最后一块牛肉，横膈膜，就是牛肉水龙头，超级多汁，每嚼一下，嘴里都像被灌了一口牛肉汤。最后的这一盘也是他们家的顶级招牌，辣烤牛肠，这不是国内的吃法吗？但是没有去油的牛肠，视觉冲击力真的很强。我操，压了，这个是改了刀的牛黄喉，脆脆的口感，但是很难嚼，真的很难嚼。最后的主食是甜蒜配咖喱，甜品是高级版的杏仁豆腐，其实就是双皮奶。总的来说，他家每个菜都很惊艳，分量也很多，阿基推荐指数9分，卡玩意儿。我今天终于知道日本人为什么那么喜欢吃 soba 了。我以前一直不怎么喜欢吃日本的 soba， 直到今天吃到了这一家。这家店在花卷市，离东京有500多公里，人烟特别稀少，基本上没什么人。但唯独这家店的门口，你们看，现在才11点哈，刚开张10分钟就已经停满了车。我们后面还排起了小长队，感觉店里的装修还停留在昭和时代。不过我还挺喜欢这种调调的，菜单都比较简单，就挂在墙上的。但第一次来，其实我们也不知道怎么点，就点了一盒魔力 soba， 还有一碗鸡蛋 soba。然而我发现好像并不是这样点菜的，隔壁桌好像每个人最少都是2盒起，男生的分量好像一般都是4盒。哎，算了，不管了，这种荞麦面都是冷的。最好蘸一下这个秘制酱汁，这样吃起来特别的清爽，想起了日本的流水面。喜欢吃辣的朋友还可以在里面加一点小米辣，这种面特别有韧劲。荞麦汤可以用来暖胃，不过就是一盒面的分量太少了，想吃好还是要多点几盒。阿基推荐指数8分，卡玩意儿。我一个日本朋友告诉我，河豚在日本就是小吃，然后这个所谓的小吃吃了我3万多，所以我就把他拉黑了。但我们今天还是来看一下这个日本的传统的剧毒料理啊，巨贵料理吧。一进门我就觉得自己已经没有办法回头了，这看起来好像不太便宜的样子呀。菜单全是手写的字儿，整个菜单也只看得懂那个价格的数字，甚至没看到一个3位数呢。几个伤。然后很快就开始上我们的第一个菜了，一份叫不出名字的河鲜拼盘，开动吧。第一个应该是生的鲍鱼，这个特别脆，就是有点硬，可能是我牙不好吧。不过这个龙虾还是挺好吃的，藕片里面像的是肉松一样的东西，这个好像是明太子加章鱼肉，味道酸酸的，比较奇怪。敷衍完前菜之后就是我们的第一道主菜了，嘿，河豚刺身。河豚的内脏都是有剧毒的哈，但这是它外面的肉，所以没什么问题。至于吃法好像全国都大同小异，用河豚肉卷一点河豚鱼皮，再加一点葱之后可以挤一点这个臭橙，最后蘸一丢丢这个酱料就可以吃了。味道是一种很清新的感觉，有一点点鲜味，口感还算有嚼劲，是真的好吃。吃完这个就给我们上的河豚味增汤，好像是用河豚肉加柠檬一起炖的。我发现河豚肉一煮就没什么味儿，不过这个汤还是很鲜美的。这个小白菜卷好可爱。然后第3种河豚吃法是烤的，虽然店员说这个也可以用来生吃，那我们还是不作死了。不过河豚肉特别嫩，每面烤5秒就够了，那种河豚独特的鲜味一下就出来了。再挤一点臭橙，又是一个味觉爆炸。吃完这个我以为结束了，没想到还有第4种吃法，就是河豚天妇罗。河豚旁边是青椒和秋葵，这块就是河豚肉最多的地方。
天妇罗果然和河豚很配，外边酥脆的同时又保证了里面的鲜嫩，我爱了。最后还有一道主食是河豚粥，果然爱吃河豚的人都很瘦呢。最后的最后就是跟我们上茶和甜点了，这种是日本正宗的抹茶，这个喝起来其实还有点苦。点心就是一个大福，里边是巧克力馅的，我还有点喜欢这个。好啦，你们觉得这样的河豚料理值吗？阿基推荐指数8分，卡玩意儿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阿基。前两天我不是在吉祥寺逛街吗？然后在一个小巷子里发现了这么一家餐厅，看上去好像还不错。先来一杯丝袜奶茶，然后点了一个港式蛋挞，下面是像曲奇那样的感觉，吃起来特别的软，然后它中间那个蛋真的超多，再加了一份炒饭，看这个色泽感觉还可以啊。冬天吃热腾腾的炒饭真的很爽，光吃炒饭那肯定不行，再加一份肠粉，切开之后里面有个完整的虾仁，奶黄包也来一个吧。我操，好烫，里面这个馅儿感觉还是不错的。为什么这个奶黄包可以这么烫？最后我们上了一份卤水拼盘，其实这个还没端上来我就已经闻到了味道。他们家的卤味道比较淡，肉特别的嫩，我爱了，但感觉好像还没有吃太饱。最后点一份避风塘大虾好了，香辣酥脆真的是我的最爱。这家店总的来说还可以，便宜实惠，好吃不贵。吉祥寺真的太好逛了，我们明天见，晚安，卡玩意儿。这是我第一次吃这么可爱的马卡龙，这种少女的味道是真的把我惊到了。这家店还是我在日本综艺节目里面看到的。我们先来看看它有哪些口味哈，我数了一下，大概9种味道：巧克力、抹茶、蓝莓、蔓越莓、提拉米苏、草莓和桃子，还有奶茶味道的。那既然现在都来了，我们就直接全点一份吧。我反正特别期待那个蓝莓口味的。好了，上来了，一共9个哈，看我今天能不能把它全部吃完。先来第一个蓝莓口味的，但它其实是蓝莓加草莓味的吧。其实我第一口咬下去，觉得它这个口感特别的清奇，我才知道原来马卡龙的壳里面也是有馅儿的，怪不得咬下去先是脆脆的，然后壳的里面是蛋糕的口感，然后再是馅儿那个松软的感觉。这个吃下去第一口的体验真的太丰富了。蓝莓酱在馅儿的最里面，抹茶口味的味道会比较淡一点，巧克力的可可味特别浓，我个人很爱。奥利奥口味还是熟悉的那个味道，但里面其实更像蛋糕。哇，提拉米苏的是真的好吃，酥脆的皮加上奶香，不愧是卖的最好的。再来一杯棉花糖烤奶茶，用棉花糖舀上一勺奶油，也不知道会不会长胖。桃子的味道非常清新解腻，其实奶茶口味也很有特色，它是一种淡淡的甜味，加上一点栗子的味道，吃完的感觉还可以打包一份回家当夜宵。我发现这个打包袋还挺好看，里面还放了干冰保鲜，不愧是日本网红店。回家路上再来一杯冰汽水。阿基推荐指数9分，卡玩意儿。这样的关东煮店可以多给我介绍一点吗？我真的太爱这家店了。我们的 NONO 肯定又和男朋友吵架了，今天要回娘家，顺便约我吃个关东煮。这家店在有次呀，是家预约制的关东煮店，这个店面藏的真够深的。进来之后点菜是要写在一张便利贴上，写好了之后递给小姐姐就可以了。为什么关东煮的店员可以这么好看？妈，这当然不是重点。选好菜之后也会剪成小块给你，这么大一碗是不是看起来就很满足？就这样一碗，我基本上把所有经典的菜都点了一遍，有海带、鸡蛋、竹轮、魔芋丝、大根、年糕、福袋、牛筋、香肠，还有鱼饼。萝卜是关东煮的灵魂，可以说它是最吸水的一个菜，很多汁水特别入味。再来一个烧一番，它里面的馅儿是芝士，里面是香甜的口感。接下来是我最爱的魔芋丝，这个多蘸一点汤，呲溜一下，嫩嫩的，我觉得特别过瘾。海带卷的话，我一般喜欢蘸一点黄芥末，就是关东煮都会给的那个黄色的小东西。接下来是年糕福袋，不过这个已经被我咬开了，里面年糕的量你们就自己看吧，一口会爆出来的那种。标准的竹轮要了2份，这个每次都会点。我们又追加了一份章鱼脚，这个算是这家店的特色之一吧。吃多了假如想吃真肉的话，我比较推荐这个牛筋肉，口感 Q 弹，而且薄切入味。最后用一个鸡蛋作为收尾，我觉得能有这样的关东煮店真的很幸福。比方说和男朋友吵架了，或者工作不愉快了，来这儿吃一次，喝上2杯乌龙茶，还有什么事儿嘛？好好吃饭比什么都重要。晚安了，卡玩意儿。大家都知道天妇罗在日本有很多专门店，其实我一直都知道天妇罗很贵，但17000一位还是把我吓到了。不过进都进来了也不好退出去，只是感觉这种藏得很深的店一般都不便宜。店长说他这家店已经开了15年了，这些比较年轻的也都是他的门徒。餐台的旁边还放了天妇罗认证书，店员正在准备我们的食材，在精心的摆盘之后也会留时间给我们拍照，之后就是给各种食材上粉上浆了。在等待的时候给我们上了一碗松茸蒸蛋，不过这个松茸加上鸡蛋还真的挺好吃。第二个端上来的是4道小前菜，就是鲑鱼子和特色鱼冻那些东西，但这个鱼冻是真的做的很精致。接下来就是今天的第一道主菜，河豚。在吃这道菜的时候，店长很耐心的教了我，说是在挤柠檬汁的时候，柠檬汁一定要碰到柠檬皮才行，所以要这个样子挤，然后用河豚肉卷着胡萝卜丝儿、葱还有河豚皮，再蘸一丁点酱油，然后就会发现其实并没有什么味道。不过河豚肉是完全没有腥味的，并且还有一种淡淡的草香，可能这就是高级料理吧。接下来就是各种螺和鲍鱼，这儿开始才是真正的天妇罗。店员这里也会给你介绍每一种食材，在这一盘里面选择你自己想要吃的顺序就行了。先来一个甜虾，天妇罗里面的荤菜一般蘸一点玫瑰盐就可以了，这个吃到嘴里真的是又酥又嫩。接下来就是蒸鲷，吃完再来一块松茸，天妇罗松茸是真的好吃，没想到生蚝都可以天妇罗，我就很好奇，真的有食材不可以天妇罗吗？哦，对了，店长还告诉了我们一件事儿，好的天妇罗只会在食材上面挂上一层薄薄的面粉，以保留住食材最本身的味道。最后的主食再来一碗天妇罗茶泡饭和一盘美美的甜品。总之就是今天虽然长胖了，但是我的钱包瘦了呀，那不就底平了。阿基推荐指数8.5分。对了，希望大家今天下午可以来看我直播，卡哇呀。